你瞅啥？抽你了，怎么的？不讲活了是不是？日本铁头王不讲武德，对准中国小伙的脑袋就是连撞3次，吓得工作人员急忙上前制止。中国小伙发怒，谁也拦不住。3名有经验有实力的安保人员也不行。这次冲突由日本人发起，由中国人获胜收尾。平息闹剧之后，中国小伙开始发起反击，以一招以牙还牙的方式对日本选手发起了挑衅。恼羞成怒、狗急跳墙的日本铁头王忍不了，当即踹了中国小伙一脚，吓得现场日本观众胡乱窜。小伙子完全不怂，对准铁头王的屁股就是一脚。日本铁头王武的打不过，便开始玩稳的，拿起话筒就开始飙脏话，羞辱中国功夫。瞅他那一副欠收拾的嘴脸，真想上去再给他来一脚。中国小哪吒金鹰则是主动报名参加比赛，是要将日本铁头王的脑袋打个大窟窿。简单介绍一下，来自浙江温州的金鹰，他原名叫金棉托，10岁开始进行武术搏击训练，12岁打比赛，15岁亮相武林风擂台，也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一位搏击天才。不管对手是日本顶尖高手还是日本空手道冠军，在金鹰面前通通不值一提，被打得狼狈不堪。这一次金鹰在赛前立下誓言，定会把这个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日本铁头王打成烂头王。日本选手就不介绍了，他已是将死之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什么用，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金鹰的精彩表现。日本选手的毛发是紫色的，那就叫他小紫人。金鹰一开始就给小紫人的脑袋上来了2脚，试图让他认清这是中国的擂台，最好低调一些，不然有小紫人好看。金鹰没有任何废话，拿着拳脚进攻就开始猛压小紫人内围。反应过来的小紫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防守住进攻，而是挨到了多次重击。奈何日本人天生就比较抗揍耐打，这些重击还不足以威胁到小紫人的生命安全。很明显，小紫人并没有服用特殊药物，不然小紫人就会在擂台上变成小红人。韩岩老师和这个雨辰老师说完之后，这个比赛还没结束，因为我始终担心你们说完之后这个比赛结束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啊，有可能会打出 KO 来的。是，我非常期待能够打出一个 KO 来，因为在8进4的比赛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蓝方曾景佑辉他的一个技术风格了。对，然后他的技术风格就是在中原，对，而且他的这个节奏是比较慢，而且你略显疲软的是力量上，那又是打满了3个回合。那我们说金鹰这边呢，其实是在第1回合就 TKO 掉了对手，所以在小哪吒金鹰打日本人确实很猛，完全没有任何废话，拿着拳头就开始和小紫人展开生死对拼。奈何小紫人的来头也不简单，日本小岛总共有10个踢拳组织和8个搏击组织，其中小紫人占据13个组织冠军，拳脚进攻的融洽程度不言而喻，非常的高。金鹰自从出道以来打的就是日本人，不是日本人他还下不了死手，无论是拳法对拼还是腿法对拼，金鹰完全不怂，直接就是硬碰硬往死里打。基本上要么就不动，动的话就一定是要这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是非常精准的形容。看一看这个曾景佑会怎么调整吧。是的，金鹰也要小心对方的高扫，对方目前还是有高扫，对，扫踢还是能扫。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金鹰的加油声也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啊！是，你看，经过金鹰的这几次突袭啊，这个曾景佑辉是有所忌惮，对，出现了前几回合从来没有出现的这个战价就低了。对，小紫人在金鹰面前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沙袋，面对金鹰所打出的任何进攻，他都能做到用身体硬扛且不倒下。短短3分钟，金鹰就在擂台上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力量。在日本的地盘，日本选手嚣张跋扈，金鹰管不着。来到中国的擂台之后，胆敢对中国选手和中国功夫大不敬，拳脚侧后是最轻的惩罚。金鹰等的也多了，对，越等对手是。因为这场比赛，就我个人认为啊，打曾景佑辉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去想什么防守反击的事儿，是没有必要想迎击的事儿，就是拿自己力气的进攻速度去压他。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事实上，金鹰的这个状态。好，第2回合的比赛，金鹰第2回合开始了，小紫人直接被打急眼了，不顾裁判劝阻和比赛规则的限制，毫无任何后顾之忧，直接将金鹰掀翻。裁判的警告貌似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一次有效进攻都没打出来过。就算顶着巨大风险实施了一系列主动进攻，那也会被金鹰在第一时间进行破解。这招这个魏睿也用的一绝呀。刚才实际上是给曾景佑辉全场这是曾景佑辉，我第一次看到进攻，是，感觉这劲儿也上来了，对，金鹰压对手了，对。
他发现始终这么等着精英打，他是跟不上精英的这种突袭的。没错，是就这个节奏跟不上啊。对，他先主动发起进攻了。曾锦又会把重心放得很低，也没有办法接住精英的这种突袭。是，所以他想着还不如索性我进攻几次。刚才那几次进攻啊，非常危险。是的，打完拳之后接飞膝。就他的组合还是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在的。不管怎么说，精英的老师也是杨卓和魏睿。虽说杨卓不是打日本人最恐怖的人，但魏睿可谓是日本人的克星。精英能将比赛拖到第2回合，也算是小子人的脑瓜子硬。就算小子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脑袋也是大铁块做的。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也应该有点反应了吧？精英都快打累了，这家伙依然还能继续抗压，挺立在擂台之上。出来，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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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对，曾锦佑辉的这个体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是的，对，漂亮，对，哎，高扫了。我们看到，你看，虽然说曾锦佑辉每一次都很劣势，对，但是曾锦佑辉从来没有乱了阵脚。对，就是自己的心理节奏保持得很好。对，曾锦佑辉，我觉得目前能够一直表现到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经验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从来不乱。即便是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从未见过如此抗揍之人，都被打成了这个熊样，依然能与精英展开对抗。看来还是精英打得不够狠。与其说小子人是踢拳组织打拳最猛的人，不如说他是日本小岛抗揍能力最强的人。精英的重击在小子人眼中就是软弱无力的小拳拳，虽说是小拳拳没有太大的伤害，但也顶不住精英的重击数量多次的重击已经彻底摧毁了小子人的防御。照这样打下去，小子人多半是会被拉走抢救。还是要提醒他，你这个小心要小心。精英又是刚才那个后手，像是打之前的那个马奇力一样。是。那个俄罗斯的选手马利克。对，既然有这个拳法，对的。对。3回合的比赛了。一上来曾锦辉先提速了。对。双方都在提速。第3回合开始了，精英的重击依然在持续进行，频繁的重击加上各种各样的进攻招式。然而小子人依旧是跟个没事人一样，越是这样，裁判越是要谨慎判定。全程都在被揍的小子人看上去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体内的5脏6腑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如果说小子人每场比赛都是这样的话，建议小子人还是在赛前找个目的，万一哪天猝死擂台也能及时入土为安。第3回合的读秒给精英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信心倍增啊！曾锦佑辉仍然是有反击能力的。是。对，那一个读秒他已经从这个读秒当中恢复了。可以做一做飞膝了，因为我看到这个曾锦佑辉每一次防守都重心比较低，是完全是爆头式的防守，那重心就毋庸置疑肯定会低一些。是，这会可以做一做飞膝，因为他自己心理上也应该有一丝的忌惮，就因为精英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这个拳的速度的确是快。对，而且精英的落地基本停在脸上。对，小紫毛都快被打死了，才想起来发起反击。不过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40秒，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小紫毛反抗。然而精英岂会轻易给他反击的机会？赛前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小紫毛确实拥有铁头功，不愧是被誉为铁头王的日本男人，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能硬抗对手重击且不倒下。精英虽然是小级别，但打出的重击依然极具有威慑力。精英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压力，就是这个空当你一旦给他，然后他的进攻输出马上就跟上来了。虽然说精英发挥的很好，看到这个曾锦佑辉不管是在节奏上的这个增减方式，还是在受到重击以后的这种迅速恢复能力上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我们在他第一次打的时候就不觉得他动作有多快，但是呢，就这么平的一个技术体系，但是可以打到最后。是，就这个保持的持续性会非常的好，也能够使他自己的比赛风格和比赛节奏。刚才一个小心，真想知道小紫人这家伙是肉体凡胎吗？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30多秒，金英的重拳依然在继续输出，狂砸小紫人的脑袋上摆拳。这家伙依然能稳稳地站在擂台上大口喘气，很少有看到上钩。对，又一次可能比较。对，打头打肚子，金英。
打头打肚子。即便到这个时候，金英刚才差一点用出接腿摔。对，还有最后10 10秒秒，住，金英，对，漂亮。3回合比赛结束。点评一下这3回合吧，楚老师。我真的觉得这个金英他的这种快进快出是比赛结束了，从金英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确实是打累了，全程都在卯足了劲往死里打。然而小紫人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就算金英的重拳全部打在了小紫人的身上，小紫人依然能坚持到比赛结束，把结果交给裁判。1次没事，2次没事，3次估计就应该要出事了。赛事没播出多久，日本选手就惨死家中，不知道是因为打比赛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媒体一直没有暴露出来。魏威阳会师决赛呢？会是谁啊？最终金英获得了比赛胜利。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金英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